平均气温的上升、种梨的推广、山田制的发明、燕麦与豆类的引进、磨坊与各种工具的使用、西欧的第一次农业革命、庄园治下的领主与农奴纷纷投入开垦与拓荒的行列。为了吸引更多的难民与人力，农奴制度逐渐解放，领主改收取地租来取代劳役。大家好，我是克里夫。上一集我们说，领主在改成收地租过活后，反而过得比之前更好了。原因在于，他们不用再事必躬亲，不用在鞭策底下的人努力耕种，只要收取地租或税赋就可以过活。而租金的提高，远远比农产量的提升还要简单许多。这就让有钱有闲的领主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游历西方。在过往，领主们不仅要督促底下的人工作，还要带领军队四处征讨，或是守卫家园。这样纷乱的社会，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与宗教的约束，慢慢跟着改善。尤其在法国南方主教发起的上帝的和平运动，让骑士进行和平的誓言，保护非武装人员，促成了私人武力的规范。这就让区域性的战争与劫掠大幅减少，让领主们可以享受和平带来的好处，像是到处参加宴会，或是到宫廷挥霍财富。而以往好战勇武的精神倒也不是完全消失哦。虽然小型战斗逐渐减少，但还有十字军可以参与。不过这个部分我们晚一点再聊。另一个则是骑士精神的推广。骑士精神取代了过去逞凶斗狠的气息，还加上了正义的光环。他们不仅要勇敢善良，还得诚实虔诚，并且宽宏大量。骑士们在没有战争可以参与的状况下，还可以参加比武大会。这就让中世纪早期透过武力争斗的风气，移转到能够受到控制的管辖中，让和平的状态能够维持得更久。一旦战乱频率降低，破坏减少，自然也就让其他领域的发展逐渐成长。具体的变化是，以前的住所多半是用木头建造的，进入中期后，慢慢改成由石头堆砌成一座座城堡。城堡内有壁炉和烟囱，大幅降低了被战火摧毁的可能。而有了安全而且能够久居的住所，那么讲究生活的礼仪也渐渐开始建立起来。从用餐的规矩到穿着服饰，都随着刀叉与纽扣的发明，逐渐融入贵族们的日常生活。而比较无形的变化，则是贸易的复苏。当和平到来，可想而知，商业就有了发展的温床。一开始是农奴或自由农民在地方上出售产量过剩的粮食，或者是鸡蛋等食物，而随着农业革命解放了过剩的劳力，产业分工后，交易的物品也就跟着丰富起来。而贸易的兴起又带动了交通网络的复苏与维护，最终串起了地中海的海运以及西欧的陆运。贵族们为了能够买得起那些从地中海运送过来的香料、宝石或香水，反过来又得加速农业革命的速度。在这种背景之下，意大利许多城市的商人透过一次次的贸易累积财富与实力，最后甚至摆脱了穆斯林的控制，转而垄断了地中海到西欧的商业贸易，并在13世纪左右，佛罗伦斯或者是威尼斯等兴起的城市国家开始了铸造金币，取代了原本西欧以物易物的模式。随着贸易从地方区域型的以物易物，慢慢发展成跨国远距贸易的货币经济，一个个因为商业而逐渐繁荣起来的城镇就跟着出现。其中西欧最有名的当然就是位于现今法国的香槟地区，紧跟着因为陆上贸易费时成本又高，意大利商人更直接从海上透过商船穿越直布罗陀海峡，航行大西洋，直接把商品运送到了北欧的各个港口贩售。如此繁荣兴盛的商业贸易，除了让许多贸易据点建立起城镇以外，连带着影响着周围的乡村也跟着发展起来。乡村提供基本的农产粮食，以及更多的人力进入城镇，城镇则走向专业分工。像是巴黎和波隆纳成为学术中心，威尼斯、热内亚、伦敦则成为贸易中心，米兰、根特与布鲁兹专门生产与制造加工品。在之后，布匹商更发展成大规模制造的行业，在之后也成为了现代工厂与资本萌芽的先驱。不过这些离得有点远，我们先继续回来。
或许你会认为城镇或城市的兴起，就像是我们现代的城市一样，一座座高楼大厦、复杂又便捷的交通网络，以及各种排水、卫生、消防系统等等。但中世纪的城镇完完全全不是这样的。当时的城镇比较像是把许多密密麻麻的房舍给硬生生的聚集在一起。城镇里的街道没有经过整理，坑坑洞洞，住宅也不单纯只是民房，还会有种菜的小园子，养鸡养鸭也很常见。加上没有地下水道，这就让整座城镇弥漫着人畜粪便的臭味，以及缺乏消防与警政系统，导致只要一失火就会酿成非常严重的灾情。那就更不用提，因为缺乏卫生观念，让传染病一不小心就会流传开来。这样的环境让生活在城镇的人们试图建立起一套规范。大约在公元11世纪中期，名为基尔特的组织诞生了。简单来说，基尔特是为了保护商人和工匠所组成的团体。为什么是商人与工匠呢？因为这两种行业的人类有别于居住在乡村的农民，以及生活在城堡里的贵族或骑士，都是新兴的产业类别，缺乏传统上的保障，或是能够抱团取暖的地方。因此，一群工匠中的老板们组成一个团体，制定了那座城镇的商品价格与工资，并确立了帮工与学徒们的阶级划分。学徒们如果想要成为一位师傅，就得通过组织的考核，成功制造出一件杰出的产品。商人也是类似哦，因为贵族们都鄙视商人，教会也谴责不正当的牟利，这就让商人们更加维护自身的权利，像是严格限制外地人不能在城内经商，并确立了城内所有贩售的价格与销售权利，团结起来，杜绝其他居民或外来者囤货，扰乱市场经济。不过，在经济持续发展与繁荣后，贵族与教会逐渐对商业行为改观。毕竟，贵族们挥金如土，到头来还是得透过从事商业贸易获取财富。更重要的是，当城镇有一套可以运转的规范制度后，城市便能够独立自治，甚至能够施展新的税收、管理公众活动、决策制度等等。这种城市自治的状况，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意大利各地能够形成城市自治的原因。而这样新的治理模式，也影响了我们要谈的最后一个面向——政治变化。我们先从日耳曼开始说起。之前说过，东法兰克王国在鄂图大帝的统治下，击退了马扎尔人，成为当时最强盛的地区。而在他死后，进入中世纪中期，他的后代起初还能够持续维持帝国的统治。我们都知道嘛，没有永远强盛的王国。统治国家的君王最具有竞争力的对手，其实是早期分封在各地的军事首领，也就是公爵们。君王为了压制或者说平衡这些王公贵族的势力，所以加强了跟教会的合作，透过任用大主教或主教来担任行政人员，治理整个帝国。而这些大主教多半都是来自皇室家族成员，他们不受教皇的管辖。这样的模式让日耳曼的君王鼎盛一时，甚至还能够任命自己人成为教皇。面对这样的强势统治，当然会引起教会内部的反对，于是改革便如火如荼的展开。当时是亨利4世在位的期间，而教皇是额我略7世。额我略希望教会能够摆脱君王的干涉，于是和亨利4世展开了争斗。额我略7世利用君王与公侯们的对抗，拉拢了其他诸侯来对抗亨利4世。本来就被君王压制很久的王公们，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，联合了教会，试图废黜亨利4世的皇位。这场斗争戏剧性的高潮在于君王低下了骄傲的头颅。在公元1077年，他翻越了阿尔卑斯山，来到意大利，向教皇卑躬屈膝，祈求赦免。虽然之后他恢复了教籍，避免了被罢黜的命运，但君王的声望和影响力却自此严重的滑落。王公贵族们的权力进一步扩大，连君王的继承人的人选也受到了影响，导致后来被推选上位的统治者多半都是软弱无能的人，让日耳曼走向一系列的内战，使得逐渐趋于衰亡。这还没完哦！公元12世纪时，
腓特烈一世继承王位后，试图重新恢复君王的权力，他就是有名的巴巴罗萨，也就是红胡子腓特烈。他将原本的罗马帝国改名为神圣罗马帝国，试图强化神权的正统性，并借此重申帝王的尊严。至于巴巴罗萨是否能够成功呢？我们留到下一集再来跟大家聊一聊。